质量效应系列，这个太空科幻 RPG 品类曾经的天花板，把宇宙冒险、势力战争，还有队友牵绊和选择的后果结合在一起，让无数玩家体会到了什么是能玩的太空格局。只可惜啊，它已经沉寂快10年了，续作还处在新建文件夹的状态，老主创们也早已离职生软。到目前为止，市面上还一直没有出现同水平的质量效应代餐。唉，本来我还以为星空能做到呢。但最近有个叫 Exodus 大千离的游戏放出了新的实际预告片，莫非？其实这个游戏几年前刚刚公开的时候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查了一下才发现啊，它的工作室居然是几个生软老炮组成的。看看这个太空设定，看看这个异星场景，看看这个战斗方式，难不成真是质量效应的精神续作？ I hope so. I died. 虽然不知道大千离明年的成品到底怎么样，至少他现在画的大饼是真的香，美术和战斗看起来都不错，还有庞大的原创世界观，大到官方已经请知名作家写了2本小说来铺垫，游戏未出小说先行也是很少见了。作组明确定义了，这个又会是一部太空歌剧风格的 RPG。但跟质量效应不同的是，本作的核心不是冒险或者战争，而是时间本身，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游戏的宣传噱头之一是里面的时间膨胀系统。说到这个，动画《秘密关卡》还给大千离专门做了一集，讲了一对父女在时间膨胀影响下的人生故事，直观展现了这个概念。根据相对论，时间在高速运动或者引力的影响下，会以不同的速率流逝。就像电影《星际穿越》的主角，只在外星耽误了几个小时，远方的儿女就长大了20多年，沧海桑田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预设过自己遇到这种情形会怎么办，反正我光是想想就很难受了。而大千离居然要让玩家去一次次的经历这种时间错位，目睹亲友和社会的变迁，并一次次的做出选择，去影响未来的变迁方向。作为注重剧情的角色扮演游戏，这个设计方向野心真的很大。而且我读了小说过后发现啊，整部游戏的宇宙格局还是建立在另一种更大尺度的时间错位上的，特别有意思，当然也比较复杂。不先了解一下就很难搞懂游戏设定的逻辑，但我妈会整合重点，简化的跟大家聊聊。大千离的主角名叫君阿斯兰，性别由玩家自选。阿斯兰是一名年轻的人类，但这个宇宙的人类概念已经被时间差给改变了。很多科幻故事为了避免时间膨胀带来的叙事冲突，会写入什么虫洞啊、跃迁引擎之类的偷懒瞬移手段，以保持时间线一致。但大千离建立在严格的相对论基础上，没有瞬移技术，星际旅行只能靠近光速飞船硬飞过去。人类最初的星际旅行是公元2200年的地球大千离，彼时的地球即将毁灭，人类只能乘上大量方舟移民船去其他星系寻找新的宜居地。结果问题来了，无限接近光速飞行导致船上的时间远远低于各个星球的实际时间。比如你飞往1光年外的地方，船员只过了几个小时，地球就过了1年。而移民船前往的那些星系，距离地球有上万光年之远。这个规模的时间膨胀，直接带来了文明的断层。因为每个船队的出发顺序不同，探索路线也不同，于是有的人可能还在宇宙里迷路，有的人就已经找到宜居地，发展了几万年，成了更高等的生命体。这个设定让我耳目一新，毕竟很多科幻展现的时间错位还停留在人生悲剧的层面，结果大千离把尺度直接拉成了文明的等级差。时间积累本身变成了力量的来源。游戏的实际剧情发生在虚构的半人马星团，以该地的视角来看，人类离开地球已经4万年以上了。先抵达这里的人在这几万年间，由于对基因改造、生物科技和机械科技的滥用，已经迅速进化，演变成了各种非人的新生命形态，被统称为 Celestials。这个词还没有官译，我就暂时叫他们天人吧。没错，本故事其实没有真正意义的外星人，各个天人种族都是人类不同方向的进化结果。各大天人文明在几万年间繁荣兴衰，互相争斗，有的灭亡，有的崛起。而他们制造的人工生命，譬如变异种、机械体等等，也同样随时间产生了进化。大量新的历史、势力和地理概念，确实很太空歌剧，但是时间的加入又给故事添上了不一样的味道。主创也表示过，他们的灵感就是源于把星际穿越和沙丘的概念相结合。他们甚至真的请来了马叔参加配音，让星际穿越的主角给一个跟有关时间的故事现身，简直再合适不过了。Name CC or Lev。那么问题来了，旧时代的地球人是怎么出现在天人势力范围里的呢？很简单，到晚了呗。游戏故事正式开始的200年前，一艘迷路已久的人类方舟突然抵达了半人马星团，就像是穿越过来的原始人，戏剧性拉满。这群人在星团的边缘星系建立了殖民地，然后就不停派出探险者去搜寻某些灭亡的天人文明遗留的科技，以加速人类的发展进程。
这些探险者被称为寻星使，正是我们要扮演的职业。大约200年后，主角阿斯兰成年的时代，人类殖民地有很多危机，除了外部的天人威胁，内部的反派势力，还有一种古老的科技病毒俯视在侵蚀殖民地，急需找到解决方式。阿斯兰从小失去了亲人，跟一只觉醒狼一起长大。这个觉醒动物也是个很好玩的设定。人类在离开地球的时代就发明了觉醒技术，赋予动物们更强的体能和智力，协助人类开拓宇宙。所以游戏里会有超多好玩的动物角色，除了友好 NPC， 也有在半人马星团进化了上万年的凶狠敌人。阿斯兰是个标准的天选之子型主角，血统很特殊，可以操纵天人遗物，使用上面的能力。作为寻星使，他在旅行途中将有机会结识一系列种族不同、出身各异的同伴，上船陪他一起冒险。但每次战斗嘛，还是只能带2个人。玩家的各种行为选择会影响同伴的好感度，有可能会关系到他们未来的剧情走向。这个设定也很祖传了。但阿斯兰的生活还有个不祖传的新设定，就是时间膨胀导致的社会和人际关系变化。本作人类的主城位于莱顿星，但寻星使出门探索的星球往往远在许多光年之外。于是你每次外出做任务，回家后都会发现时过境迁，认识的人或老或逝去，社会形态和科技水平也会变。而且你在任务里做的选择还会影响这些变化的路线。我记忆中好像还真的没有哪个 RPG 挑战过这种不停推进时代的任务线分支，加上本作剧本是由《质量效应1和2》的编剧 Drew 负责的，如果最后真的能呈现好，肯定很震撼。当然了，前提是他们真的能呈现好，是吗？要是游戏在制作上出了问题，概念再无敌，结果也会扑街。过去几年我们都见了不少发售前期待拉满，发售后一地鸡毛的游戏，尤其这种野心巨大的项目，最怕就是设定写得像神，游戏做得像鬼。所以大千里作为一个游戏，真实成色到底如何？这个嘛，我呢非常幸运的，上个月有被邀请到德州奥斯汀他们的工作室总部参加了首次闭门试玩活动，总算见到了游戏的真容。我玩了几个小时的开发中版本，里面的内容是游戏前期和中期的流程片段，体验到了战斗设计、关卡设计、少量的同伴和成长系统，但还有剧情演出。本作的人物建模风格比较特殊，在写实的基础上加了卡通感，有未来人的感觉，对应的配音和演出也够生动，符合我的想象。本作演出还有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点，就是玩家在剧情中触发对话选择的时候，人物动作并没有明显的停顿，而是会丝滑的过渡。这个比大部分 CRPG 的站桩对话实在自然太多了。要是到时候整部游戏的对话选择都能做到这个演出水平，那对沉浸感的帮助将是巨大的。战斗方面，大千里比我预想中更注重动作体验。阿斯兰不是那种躲在掩体后面慢慢射的角色，他的战斗节奏很积极，射击、移动、切枪、使用能力，还有命令同伴之间的衔接都很流畅，开枪手感也不错。除了各类枪械和战斗道具，阿斯兰还能使用天人遗物的种种能力，有点像质量效应系列的异能，但是用途更多。战斗之外还能拿来解谜和开路。本作同伴的战斗技能非常给力，可以跟阿斯兰配合，甚至彼此配合，打出特殊的叠加 combo 效果，趣味性很强，你甚至可以直接靠他们清场。试玩里面登场的同伴不多，也让我更期待其他几个同伴的能力会带来哪些不一样的玩法。To the future. 本作的冒险场景并不是完全的开放地图，探索相对线性，走到某个区域就会固定触发战斗。你可以选择潜行应对，或者是正面硬刚，搭配各种技能天赋，多样性还是足够的。就目前看到的内容，我觉得本作最大的冒险驱动力还是剧情设定。你会进入那些美术风格鲜明的外星区域，看见各种奇怪的遗迹、装置和生物，然后脑中就不断产生疑问：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是谁造的？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那种文明层层堆叠留下的历史感，会让我自发的想继续前进，直至找到答案。最后成长方面，本作是有技能树和声望2个成长系统的，但具体的数值还在调整。按保密协议，我不能透露看到的现有设计，就只能暂时卖个关子了。没办法，由于游戏距发售还有1年，所以很多东西还处在我能看出他们想做什么的状态，而不是已经做完了的状态。包括我最在乎的时间膨胀系统，在很短的试玩时间里，我并没有机会体验一次完整的出门、选择、回家、时代改变循环，所以这个部分也暂时存疑。时间系统最终会以什么形式进入游戏？是主线的几次固定触发节点，还是让玩家自由选择触发的时机？这些都是未知数。试玩活动期间，我和工作室几个主创也聊了很多，解了很多惑。作为一帮深软老人，他们至少对游戏的设计方向是非常统一和清晰的。现在市面上某些游戏一玩就知道是边做边补的设定，美术、玩法、剧情各搞各的，最后才想办法拼在一起，撕裂感很重。但大千里恰恰相反，
主创们先构思出了一个极其庞大完整的宇宙，然后再去思考这个宇宙里的人应该如何生活，如何旅行，如何战斗，如何面对事件，甚至连很多系统的设计都是从世界观本身推导出来的。只有这样的制作逻辑，才能保证玩家沉浸在这个世界里的时候，不会总是被提醒这个是游戏机制，而是会觉得这一切本来就该如此运作。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而作为一个 RPG 迷嘛，我也私心希望他们可以成功走到终点，让我们看到这个游戏的完整呈现。大千里最后能不能成功实现主创的野心，能不能开启一个比肩质量效应的太空 RPG 系列，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但至少它已经成功的让我幻想，如果做成了会有多么震撼。对于一个新的原创大作来说，这个已经很难得了。毕竟这些年真正愿意从零开始搭建一个新宇宙的 3A 项目已经越来越少。至少玩过片段以后，以及看了这次新预告片过后，我已经很期待完整版了。不知道大家听完我的介绍，对这个游戏又是什么感觉呢？欢迎在评论区交流看法，也不要忘了多多点赞支持一下我噻。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是雷亚，我们下次再见。